我是丹哥。如果你是第一次比 HYROX 或是出國比賽的話，這支影片會從如何報到以及比賽當天要注意的事情，通通整理清楚給你們，也會整理我們這次比男雙跟混雙的心得給大家。這次我們從高雄直接飛到韓國參加韓國仁川的比賽。如果可以的話呢，我會覺得盡量住離比賽會場的地點近一點會比較好。但仁川其實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因為大部分人都還是會在首爾觀光跟逛街，所以我們最後決定飯店還是訂在首爾，因為我們去韓國5天，只有比賽的當天才會特地包車直接殺過去仁川的會場比賽。而且 HYROX 也幾乎都會在比賽的前一天挑一個這個城市比較熱鬧的地方，讓第一天的選手能夠提早報到。海外比賽本來就有比較多的問題，就像是找不到報到處地方或者是比賽地方，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話，其實就是在樂天世界的這個Main Building 的3樓，所以我們繞了很多百貨公司，跑到他們3樓都沒有看到。而且好險我們有創這個群組，不然的話真的是有時候一些現場資訊不知道去哪裡找。所以看到我們的 HYROX 群組裡面，大家就有說哦，我們住在首爾的人，他可以先去樂天報到。群組裡面大家可能就有分享說應該要怎麼去啊，不要跑錯路等等。所以在報到的時候，記得要準備你的身份證，如果你是參加你國內的比賽，或者是護照，如果你是出國比賽的話，還有你報名成功的 QR code。最後你會獲得入場的手環，還有綁在腳上的晶片，千萬不要弄丟了。那我們那時候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我跟 Jax 報了當天比賽的早上的男雙，然後我們還有在報另外一場，也是在當天的下午的混雙。工作人員就會叫我們要先 check in 早上的男双，然後先不要 check in 跟拿混雙的晶片，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其他人幫你拿了晶片，但是他可能晶片一起带進去會場裡面。如果他早上的男雙感應到，就想說，怎麼會有混雙的選手在這裡出現？但具體原因他可能也沒有解釋得非常清楚，但是他就是會規定我們就是先報到拿早上的，比完賽再去拿下一場比賽的晶片。那如果這個2個比賽時間太近的話，你就可以去，也是在 check in 的時候跟他把時間去做個調整，都是 OK 的，好不好？終於走到這一刻，上次還在高大在那邊討論誰應該要受什麼處罰，但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樂天世界，準備要來比賽。我們2個會慢你們10分鐘出發，但是我們計劃就是我們會追上你們。不可能，你們慢我們10分鐘出發，但最後結束的時候你們還会再慢我們10分鐘結束。真的，我刚刚好一起跑，對不对？但他們這邊有拿到一個我覺得蠻酷的，就是這應該是其他地方拿不到的，就是我們先來這裡報到，就先拿到他們韓國仁川的這個標誌。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像在台灣啊，你要買這種聯名的 Puma 產品，就都會要排超級久。但來這邊你完全不用排隊，就是直接去排。然後像他們今年韓國這一次的折扣，就還有打7折，還有退稅，所以價格放在上面，就我覺得非常的推薦給大家。到出國的時候一定要買一下他們的聯名產品。OK， 那通常我們都會提早3個小時來到會場，會先來確認一下場地，像是哪裡是選手熱身區啊，還有你要從哪裡開始跑，第1站到第8站的位置，還有記一下補水的地方在哪裡。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看 Rock Zone 的大小如何。我們後來發現 Rock Zone 的大小，如果真的插起來的話，它其實可以插到3分鐘左右。所以如果真的是想要拼成績的話，你可以去挑 Rock Zone 較小的场地，這樣子你成績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因為1年比1次而已，所以不管是到台灣的會場，或者是你出國比，會場一定會大到你會覺得有一點小小的需要熟悉一下。所以我覺得時間千萬不要抓剛剛好，因為你会花很多時間去看說，哪裡可以去 check in， 哪裡是選手的出入口，哪裡是觀眾的出入口，你就是什麼東西來看。而且他們現場氣氛做得很好，所以你可能會突然被他吸引注意力，所以那個時間真的我覺得要預抓多一點會比較好。而且你還會做一些賽前的補給啊，然後你還要找時間去置物，然後還要抓時間去熱身，還要看哪裡適合熱身。所以其實我覺得抓3個小時是對一個陌生場館來說一個比較安全的時間，因為很多事情的位置啊，或者是排隊人潮動線，你都會比較難抓時間，所以非常建議你提早過去。再來就是進入選手熱身區的時候，如果你是12點20分比賽的話，那你會在大概12點10分的左右就被叫去 Red Bull 的拱門前去集合，裡面會有人提醒一些事情。那很有趣的是，假如你是在台灣的話，他會有2個現場工作人員，可能一個用英文講，一個用中文講給你聽。那我們這次在韓國就會有一個是用英文講，另外一個是用韓文再解釋給你聽。所以出國比賽的話，可能就會用到英文的程度會比較多一點。所以
要進去選手熱身區，我強烈建議大概抓30分鐘左右的時間，提早進去會比較好。所以如果你是以12點20分比賽的話，一樣你在12點10分會被叫過去嘛，所以你只有前面的時間可以熱身，所以你大概11點40的時候，你就要進去開始這個選手熱身區熱身會比較好。因為進去的時候你可能要找你沒有廁所或者找器材，你可能在跟其他人排隊熱身等等的，所以我建議多抓一點時間进去熱身。會比較安全。然後如果是跑步熱身的話，裡面的空間可能就沒有那麼大，所以跑步熱身大部分大家可能會先在外面去做可能10分鐘的跑步熱身，然後再進去選手熱身區。OK， 但這是我們自己比賽的一個習慣，所以就是供給各位參考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他們裡面的現場，然後仁川這邊他們都是用電子計時器，而且他們有一點很特別，就是他們的 rock zone 超級，就是跟台北比的話，他們 rock zone 是真的很小。对，你看他們跟 out 的距離其實非常近，然後就會進到站項裡面去做，所以其實是比想象中還要小非常多的。興奮嗎？我很興奮，對，這個是很酷的經驗，我真的很開心。興奮嗎？第一次混雙？會耶，而且明年要報女雙，跟 Casey 組女雙。Casey， 他明年要跟你組女雙哦。Yes， 明年我們會參加 Women's Double， 對，一起加油。你今天像是個參加選美比賽的一個女主角。對啊，有嗎？有像看演唱會的感覺，而且這是現場女生超漂亮，很多漂亮的女生，你看他們。你算是少數素颜來的人了。小學化妝嗎？我不懂。好，來，我們比了第3次，終於有這個電子的這個表，你覺得怎麼樣？我覺得很興奮啊，代表如果他丟過去的話，他可能被扣10分。沒錯，對，所以這個表我覺得這個可以更精準的判斷我們到底丟了幾顆，非常期待。秀一下我們衣服，看一下我們這個傑西米斯這次贊助我們的這個超級棒的這個隊服 ，Hybrid Athlete Taiwan Born to Experience。哦，英文很好，讚。我在這兒，你英文好嗎？非常的不賴。你看哦，一樣，他是台灣混合運動員。標語，我的標語。OK， 舉起更重，跑更快，玩得很認真。Jax， 好不好？他的一個座右銘。好，可以看到我們這一組哇，每個身材看起來都超好的。然後倒數結束衝出去，我們是跟洪範琪同一組，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人都會卡在他的旁邊，所以其實我們被提到蠻後面。進入到第一個滑雪節的時候，就照着我們上次設定的策略，不要太興奮，不要太爆衝，穩穩的做，把頻率做好。但這一次在做的時候，我們就感覺到一件事情，我們其實在前一天晚上，我們沒有先把早餐買起來，因為我們想說到現場的會场附近，想說肯定還是會有什麼便利商店可以買嘛，但沒想到那附近都沒有，然後走路的話會要走一大段路，所以最後變成我們就是隨便在一個咖啡廳裡面買了一個其實感覺不怎麼營養的一個三明治，然後吃沒幾口，然後摻了很多的補給品就下去比賽，所以來到了第二個來到推雪橇這邊的時候，就會發現哇，開始身體有很疲憊的感覺，而且是比平常還要更疲憊，但是還是就是繼續穩住，照着我們之前下的這個策略，最大的重點其實就是我們的換手腳膀要快一點，就是不要就是有定格啊，或者是在那邊看等等的。然後我們這次也有好好的補水，就是不管是從拱門進來或者要出去前，然後盡量都還是會先補一口水。再來就是來到拉雪橇的地方，我們這次站的位置比較遠，比較沒有辦法拍得清楚。然後其實我們發生了一個很可惜的一個意外，就是我們在移動過程當中，傑化踩到了中間的繩子，哇，他直接腳就整個扭到。當下我們兩個心裡整個就是涼掉，我靠，大老遠跑來韓國比賽，然後最後居然是這樣。但他還是很帥啊，就說沒關係，收了我可以，然後後面交給我，就是你知道，好像在拍電影一樣，他還是有咬牙跟下去。但是我們整體的速度跟那個動作就相對就變得比較保守一點，因為畢竟他另外一隻腳已經有阿基里斯腱的比較嚴重的舊傷，然後這一次另外一隻腳又踩到，有點扭到，所以還是先以就是整個身體的健康為最大考量。對，所以我們到波比跳的時候，就把整個狀態調整，健康順利的完賽。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不管是體力的調節啊，或者什麼，就沒有像一開始這麼的順利了。就連在交棒的時候，可能都會有這種體力或者是溝通覺得沒有做好的一個地方。那這樣子其實就浪費掉一些秒數，蠻可惜的。再來是來到一個我覺得最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到划船機的時候，因為前一個人的那個腳套可能比較小，然後我也沒有慢慢的在那邊調整那個腳套的大小，我直接套進去，然後等於是我下面是踩在外面的，在一個不太正確的角度，我就有點太急着拉，我
2隻小腿也開始抽筋，可以看到我的腳一直想要把它踢到一個比較正確的位置，然後也因為這樣的抽筋，我這一趟出去的跑步，2隻的小腿跟大腿也都開始隱隱的，好像開始有在抽筋，然後隨着後面的比賽繼續，那個抽筋是越來越嚴重。最嚴重的時候是在這個農夫走路的時候，每踩一步的時候，腳就真的是要抽的感覺。然後原本想說慘了，下一個 lunge 腿一定會直接爆掉，但沒想到這個 lunge 在做的時候有一個間接拉筋的一個感覺，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整個腿都有被伸展開。然後一切就變得好像也比較順利一點，所以我們到達後面的時候，傑華也因為在這邊幫我多做一點，然後他也開始抽筋，所以我們在最後的一趟的跑步的時候，哇，2個人好像不知道是什麼苦命鴛鴦，都是在一個比較不好的狀態下，然後在最后要球的時候就比較是我們的強项，我們就順的把它丟完，但真的是電子積分器太酷了，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次數，然後去調整策略，所以我們原本每個人的分配的次數，我们都有去做調整，我們就讓我們彼此的轉換的次數再多一點，然後讓我們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後健康的完賽。所以這一次雖然我們的成績並沒有突破，跟台北場幾乎是一模一樣，但是我們算是搖着這個時間跟成績，不要讓它掉太多。當下還是會有點失落啊，畢竟都跑到韓國這麼遠的地方準備了。但也不得不說，就是這幾個月都在忙 NID 下來高雄開課的這個準備。那對我們來講也是第一次，就是做這類型的創業，所以有很多的東西都還在學習，所以確實沒有像之前在台北的時候訓練的這麼的完整跟規律。那我覺得下一個階段就是要慢慢找到現在這種工作創業跟訓練的節奏，把它平衡起來，然後讓自己準備的更完整，然後再來去突破我們這個 Sub 60的大關。比完的男雙，那我覺得很酷，就是不管在国外啊，有一些可能品牌，其實他們都是有開放大家去體驗他們的，不管是產品或者什麼，所以他們有時候就會有一個像這樣的服務，你就可以大家有空的時候就可以去參與，然後去體驗，來秀給你看，我真的覺得超爽。我現在就在這邊自己默默的放鬆腿。因為要一天比2場，很怕我的腿心情不好。然後這邊還有免費的飲料可以喝，他們就會辦一些活動啊，如果參加的話，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服務。你看那個怪怪的人，你看賊頭賊腦，好怪哦，這個人。OK， 好，現在要來混雙 mix double。開頭對 ，OK，Baby shut the fuck up。OK， 你看哦，剛剛還在那邊嬉皮笑臉，現在有點緊張，笑不太出來啊。知道我們平常都是怎麼樣緊張的，對不對？然後等一下你們會先出發嘛，然後我跟 Casey 的策略就是追上你們，非常有可能啊，10分鐘而已。可以嗎 ？Let's go， 加油，各位！加油！好，再來的話就是混雙對決。那混雙的話呢，因為我跟傑華他們那一組是大概差10分鐘出發，然後這邊我想要補充一下，不管是任何的雙人組別，很多可能都是第一次來體驗。那在交棒啊，還有那種換手的情況，可能之前也沒有時間到健身房去訓練。那這時候我會建議你們，就真的是可以提早一點進去熱身區，去把他們的器材拿來試着都交棒過一遍，你會發現會做比較順，像是沙袋的整個轉換，像是藥球的一個交棒，還有那個推拉雪橇，都會讓你在等一下比賽的時候相對比較順利，比較不會亂成一團。但我們的策略很簡單，就是好好的享受 HYROX 的比賽，然後搶到好位置，讓攝影師可以幫我們拍到很棒的照片跟影片。所以你看，我们卡在最前面，衝也一定要衝最快，尤其在最開始的時候。然後不得不說，就是有幫 Casey 做整個動作的集訓跟調整，他整個狀態變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真的算是比賽型選手。你看到這邊，我很快就交棒給他。我們的策略基本上跟我跟傑華策略沒有差太多，我們就是一人一半。所以其實對女生來講是很硬的，因為大家記得混雙女生是做精英組的重量，所以可以看到在推雪橇這邊對女生來講是真的就有一點硬。一開始我們策略雖然是各推一半，但是後來我發現，這樣子對她的體力的耗損其實還是真的太大，所以我還是直接先把它推到大概70%，最後的30%再讓他去推完。我覺得狀態比較好的話，我甚至就盡量把它一整趟給推完，然後讓他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另外我們配速啊，其實都一直穩定在5分5秒左右。對，所以這個是我們一開始原本的策略，因為大概原本一開始想要抓5分鐘，但是其實還是會怕第一次比賽造成你的狀況，所以我們還是有往後抓，可能5分5秒到5分10秒。
會是相對比較安全的一個跑步時間。因為我也大概知道他後面跑步進步的幅度比較大，所以我們在做 station 的時候，其實相對就比較沒有這麼的硬，我们就真的是很舒服的去分配彼此可以去做的一個項目。就連在波比跳這邊，也幾乎我們就是一人一半，就是分得非常好。有時候他還做的情不自禁，一直做呢。再來到划船機，這個算是他的一個超級強項，畢竟之前練 CrossFit。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一樣跟傑化策略一樣，我們就交換次數比較少一點，所以我做300，他做400，然後最後再把300給做完。因為我們划船機的時候，通常都是補給的時候，但補給對他來講是一個全新的體驗，這也是我們漏掉訓練的一個部分，就是他沒有去試過補給，所以他不知道膠囊啊那些液體瞬間吸進去其實是很濃烈的，所以如果嘴巴很乾的話，其實會有點小小的噎到，因為像他就覺得說，他當下其實是有點不太能好好呼吸，他差點吐出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沒有就是補給的人一開始可以先去體驗一下，然後知道一下它吃起來味道是怎麼樣。說不定在吃的時候可以靠近水沾一點，吃完補給馬上補一點水，讓它不要這麼的難以下咽。對，你可以看到他這邊，他臉一吃到的時候，整個臉色大變，心情好像就不太好。然後他就說他的那一趟跑步也是他最累的，因為他的呼吸就沒有辦法做得非常的順。再來就是來到農夫走路，那我覺得農夫走路一樣，男生還是可以多做一點。其實 Casey 她也算是相對比較強壯的女生。但他幫我做的事情就是，我跑了1圈，但是他在幫我跑半圈，我再把最後半圈做完。我覺得這是相對比較舒服的方式。當然，24公斤真的對女生來講，我真的覺得是有點緊。然後再來是來到我最驚訝的一個地方，就是 lunge。lunge 原本我們就是好好的分配各一半，但是很不幸的這時候我的腿，因為是我一天連續比2場，你可以看我臉開始不太對勁，因為我腳開始一直在抽筋，真的是超級痛。然後 Casey 就直接像是一個勇者一樣，他就一直做，做的情不自禁，還不把沙袋還給我，然後我還要去把它搶來。所以那時候當下就覺得說，哇，實在是太強壯、太猛了，所以我覺得這種保持溝通是雙人組很重要的狀態，因為每個人當天的那個狀態真的會非常不一樣。最後就是藥球，我覺得藥球也是相對我們比較厲害的地方，所以我們基本上各做一半，然後後面的那個次數是我們在看當下狀態去調整的。例如最後還剩30下，然後我可能就說好，我們各做10下來做交棒，讓大家不要太累，能夠開開心心、漂漂亮亮的跑過終點線。我們剛結束了 ，Casey 這一次練跑練得非常認真，所以剛剛我們跑73分 ，right？ 但是這已經，我覺得以混雙來講算是非常厲害，尤其是 Casey 之前沒有在跑步，所以他這一次跑到這樣真的是很強。多累？ I think at the beginning, maybe it was too fast. So like halfway through, I really felt like I was going to get sick. But then I got like a burst of energy halfway through, and this was a really fun experience. I hope we can compete again together. 因為他剛剛10分，他跑到一半說他想要去吐，然後我跑到一半我想要去尿尿，所以他就去吐，我就去尿尿。但是他很強的是他的 lunge， 他 lunge 就說 Solo 我可以多做一點，所以他就大概做了12下，然後我就想。太帥了，他那時候的背影，我覺得他很龐大，就像是一個我的媽媽一樣。Yeah, I think because our friends were watching and they were cheering us on, so every time I saw our friends smiling, it just gave me a burst of energy, and I was like, we got this. Yeah. So will you join again for this competition? Yeah, 100%. I hope we can go to Paris in December and compete. 所以这個影片就是大家看到Casey 從0一開始沒有跑步的 HYROX 新手，然後他可能之前有參加過 CrossFit， 但是都是你知道就是參加可能半年休息半年，然後所以跟很多人一樣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運動，但是他還是參加 HYROX， 而且跑出一個超級好的成績。OK， 還有我們的隊友另外一個混雙，他們5分半，辛苦你們了，從頭抽筋到尾，對不對？對啊，我覺得一點都不辛苦，我剛剛跑完真的是5、6分而已，我講真的。真的5、6分而已，真的，但是就是抽筋而已，但其他都不太喘吶。但我覺得 Kelly 很棒，對，我們剛剛目標是至少我們可以在6分數以內，基本上都有達標，對吧？辛苦，好了，很棒了。Come on, judges.